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请大家多多订阅、点赞、评论，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坚持的动力。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多伦多市中心一座非常特别的博物馆，叫做贝塔鞋博物馆 （Beta Shoe Museum）。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也是最著名的以鞋为主题的博物馆。它收藏了超过13000多双来自世界各地、跨越4500多年历史的各种鞋履。它看似以鞋为主题，但实际上连接了历史、人类学、时尚、工艺与艺术，是一座把鞋的故事讲到极致的博物馆。贝塔博物馆位于324 Bloor Street West， 距离多伦多大学主校区St. George 地铁站以及知名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Rome 都很近。今年呢，正值它落成的30周年。那么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进去一探究竟吧，相信会给你带来一些新奇的体验。博物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瑞士出生的 Sonia 贝塔夫人的个人热情。她与丈夫 Thomas 一同周游世界的时候，开始收集各种鞋类。这些收藏最初是私人性质的，而后由于她的私人收藏规模过大，贝塔家族决定成立这座鞋博物馆。But as the collection grew bigger and bigger, I really wanted to share the collection also with other people. And that is when the idea of building a permanent home for the collection started. And I think our ambition is to b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hoe museum and to be of a world-class status. So that is what we are trying to be. 博物馆的建筑呢是由著名的 Raymond Mariana 为首设计，造型灵感呢来自于鞋盒，有点盖子微掀的屋顶。外立面呢使用斜切的里昂石材与突出玻璃入口，使建筑本身呢就像一件行为艺术或装置，与内部的鞋主题相互呼应。这位有名的加拿大建筑师还是加拿大战争博物馆、多伦多 Reference 图书馆、渥太华市政厅、日本加拿大文化中心等等知名建筑的设计师。另外呢，博物馆周日免费对公众开放，大家呢也可以挑选周日的时间来参观。博物馆主要分成2部分展览，包括永久展 All About Shoes 是在最底下这一层，展现了超过1000件文物，探索了鞋类的演变以及各个国家在鞋类上的状况。而最上面2层呢，分别是特别展，是2024年开设的展品 A 调查犯罪与鞋类，它是探讨鞋子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包括从新苏格兰犯罪博物馆借来的鞋。另外呢，还有30年的特展Rough and Ready: A History of the Cowboy Boots， 是主要讲了牛仔们的靴子。是讲古猿人的时候，他们就不穿鞋。坦桑尼亚1978 Footprint 哦，这是草鞋吗？一代草鞋，这长得有点像 UGG。这是把2只脚5300年 old。我说这2只脚装在一个鞋里是为了暖和吗？不知道，那个像埃及的那个木乃伊里面的脚吧。你看那边就是古埃及的 Ancient Egyptian， 是希腊时期，所以拿个草绳然后编一下。这是不是我们硫磺树做的毛毛鞋？Often used human hair， 哦呦，用人的头发加上植物的纤维做的，好像钩成的似的。人的头发，钩成的，一行一行钩。不是，他应该是拿头发和这个草绳，然后编成绳子，然后
这么编上的，拧成绳子，然后就还是印度了是吧？印度的鞋。这是金属的鞋，这里高板脚，银的，这双鞋是银做的，我这不得硌，把脚硌裂了。那双还挺时髦的，好像是什么 silver cover， 就很重要的场合才会穿的这种特别 fancy 的，就是厚底儿高跟鞋，那个年代就有了，是吧？在西非的鞋 ，sandals， 这。3寸金链，这是中国的裹小脚的那个。那也是，待会儿没找着拍一下这儿。其实这也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就是说女性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制。文艺复兴时期这边，就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东西，其实已经现在就挺符合一些审美了，就像是有点那个卡地亚或者是其他的风情。就是女生要死了以后，那么她的兄弟就要跟这个留下的这个嫂子或弟妹结婚，来保留这个家庭线。哦，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用来扎草芯儿的吗？啊，虎头鞋。这是加拿大那个采雪的吧？是不是这个？然后上面这个也是这个草的，这个也是鞋，它是怎么穿的呢？是这么穿的，像两个水桶一样，在雪上是不是就可以很平稳的走路了？然后还有宇航员的鞋。Nice skates， 哦，以前的滑冰的冰刀长这样，还挺可爱，上面有2个小圈圈。然后那个是 deep diving 是什么？深海潜水，所以是金属做的。然后11是个什么 ？Tibetan stirrups， horse rider 啊。西藏地区骑马的用的那个鞋本儿，哎，这个好看。UGG 2个考虑出一款，这是用动物的毛做的，挺时髦的，挺好看的。然后还有耐克 basketball sneaker 14是 Sumo Geta， 这是他们的那个木屐，日本的那个木屐。就是有点像那个舞姬出街的时候穿的那种鞋。哇，这个是什么 ？Revolutionize， 这是哇，好多高跟鞋。怎么有那么多的鞋？30年、40年。
这个风格到现在也都还行啊，也没有很丑啊。看这个红色小高跟儿也不难看。然后到70年代就已经如此优雅了。然后80年代这个就非常正常了，现在也可以见到这样的鞋。我这个鞋得太大了，就有点像在荷兰和俄罗斯买的那种木鞋，大家当纪念品使的。那是木头鞋吧？这是个什么 cowboy boot？ 诶，这用来装饰的吧？蛮好玩的。然后它这里的休息的座位都是这种一份。这是以前做鞋的那些割皮子用的，这个是，而钉鞋可以打钉的。这个是干嘛的？就是割那个皮子用的。现在他们手工做鞋还拿这玩意儿割呢。是锥子。然后这是不一样的版型，这叫鞋旋儿。就撑那个鞋，对。哎。各种线，还有颜料，皮色的颜料。对，然后装饰。楼梯旁边的这个，就像景德镇出品的这种，也不是景德镇出品啊，就是欧洲出品，但是很好看的这种瓷鞋，来自于欧洲不同的国家，好看啊！然后一共有4层，每个层的主题和类型不一样。这是叫原住民的。他们穿的鞋一般都会比较暖和，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都相对冷一点，然后会打猎，所以对这种毛的需求也比较大。这个鞋，这鞋配一身东北的小花袄，应该挺好看的。这块的鞋都比较猎奇。我们平时穿的鞋可能进不去吧。For Elton John 啊，这是时装模特穿的鞋。你知道 Elton John 吗？这是个歌手，这是他穿的鞋。这鞋就是现代。这不都 sneaker 了吗？2022年。但是都是有纪念价值。你看，它是 Sport Brand 彪马和 Icon Japan， 它是有特定的人有那个纪念。这是捐到这儿的鞋。对，它是有签名的，看见了吗？真是的，是有签名的，它都是有纪念的鞋。这谁的 ？Patrick Irving 31 was released。这是 Hip Hop Music 的50年纪念，一个特别漂亮的，应该也是原住民他们的鞋。这个很漂亮。多伦多版本的耐克的 City Pack 城市鞋，但是多伦多那双。这部分就是2024年开始的一个展览，是关于调查犯罪与鞋类的相关主题。是 Belgian 的 Prince， 然后它
这个 Prince 后来变成了一个史上最凶残的，19世纪最凶残的罪犯。然后他用了非常残暴的统治。它主要探讨了鞋类鉴定作为破案手段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以及从19世纪至今社会对犯罪的一个影响。展览还包括服装和鞋如何在受假设和偏见影响的这种文化犯罪观念的中间扮演的一个角色。这边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展览吧，讲的是牛仔的鞋味儿。一进来有股皮革的味道。这个是特别像那种原住民，然后他们会弄很漂亮的这种花纹在上面。挺帅的，这都皮的，这都好质量的。你看小跟鞋也挺好看的，不好看。Buffalo Bills Wild West， 这是什么呀？这是一只吗？还是两个？就剩一条腿了。4楼是现代鞋艺术 ，sneaker。哇，这个小白鞋真好看，多好看！我喜欢这种。这就是现代流行和艺术家，这不是万斯吗？这都可以进博物馆。这不是大街上卖的？喜欢这个小白鞋，好容易被踩。这双。That's John Basquiat, Jean-Michel Basquiat. 这是 Jordan。It's really fun. 你说黑的好看，这双也好看。芝麻街 ，Vans 的鞋这是设计的都还挺好玩的。这种新潮区就是感觉很帅的样子。这双就超帅 ，Day White。我喜欢这种当黑白涂鸦的这种鞋。这座独一无二的贝塔鞋博物馆，我们大概就带大家逛完了。确实看到了非常多十分新奇的鞋子，大家呢也不妨趁着这个博物馆30周年之际，也来参观一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关注、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